哎，季姐，哎，来的正好，帮我吹口仙气儿，想发财呢？那可没准。哎呀，快吹一口啊！哎呦，你从小不知道，我这种摸彩抓阄的事儿，从来都是狗屎运。你快来吧！哎呀，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？看我的，40万，桑塔纳，40万，来！不是可能，还像？都是你搅和的吧？赔我桑塔纳，赔我40万。哎呦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挑战的机会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！一干小九人同时来的。得，你在这儿抓你的桑塔纳吧，我得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季姐，你别走啊，咱俩可好几个月没见了。我呀，还真有点事儿找你。哎，我真得先走了，回来再给我打电话啊。那好吧，拜拜啊。哎，什么案子这么晚了？人欢没好欢，猪欢要变天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有一哥们买彩票中了头奖，40万加一辆桑塔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让人堵家里给办了，出现场吧。哦。第一现场，可能是吧。尸体呢？不在。啊？有人动过现场吗？没动过，街道保安就给封了。会不会是他自己爬出去求救了呢？流这么多血，你排试试。能确定犯案时间吗？从血液凝固程度上看，大约在20个小时以上。那就是昨天晚上啊。我们完事了，看你们的了。哎，好，辛苦了。江汉，你跟白玲一个上街道，一个到邻居那儿，了解点情况。行。好。动静，那动静可大了。是昨天晚上吗？哪止昨天晚上啊！自打他中奖上报了以后，他们家像过年似的，整天吵样子。那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那可说不上来，好像亲戚里道的多。昨天晚上呢？你们注意到昨天晚上都来过什么人吗？来了好几波呢，一波比一波声大。对了，昨天我还看见他那离了婚的老婆了呢。进屋了吗？进了。那可新鲜。为什么？他那老婆自打跟他离了婚以后，见着他就像见了鬼似的。他来过几回，好像都是为了孩子什么事儿，从来都站在楼底下喊，不进屋。昨天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挺晚的了，我都躺下了。吵架，他也会吵架呀，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。我们楼里哥几个给这人起个外号，叫他们耗子。耗子什么意思？就是整天啊撵了出入走，撵了出入回来，见人呐连头他都不敢抬，顺着墙根溜着走。到家呀把门一关，您猜怎么着？连大声咳嗽您都听不见。就这种活法呀，我半天都受不了，准得呀脑袋撞南墙。最近您发现他有什么反常举动吗？哦，您是说那个中奖那个吧？对。哎，他这更蔫了。要是咱们哥们中奖啊，甭说40万，哎，就是4万，您瞧见没有？脑门就得发亮。明天呢，就来趟新马泰。耗子呀，那天在楼道碰见他了，说祝贺2句吧。哎，我一拍他肩膀，您猜怎么着？吓得他估计就坐在那儿了。岁数啊，他也来了。他说什么了？都那样了，您还说什么呀？
昨儿晚上您听见什么动静了？跟您说，昨天晚上我喝高了，怎么回来的都不知道。哎，该我可有证人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。冯志德，行啊，说那个冯志德这个案子，目前牵扯比较大了。这次发行彩票呢是全市范围的，抽中大奖的也就3个人，啊，这我一说，你们大伙儿也都清楚了。不大不小的，也算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局里头也好呢，市里头也好，都立了案了。我们对这个案子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啊。背景材料。冯志德，男，45岁，工作单位是东乡医院后勤处勤杂工，5年前离异，孩子判归前妻。买彩票中奖日期是本月7号，中的是头奖40万现金和一辆桑塔纳2000，汽车他没要，折合为18万，也提取了现金。一共多少？扣了税以后，50万多一点。老郑，检验报告出来了。哦，现场采集的血样是 AB 型。冯志德曾经献过血，我们调看过他的献血记录，血型相符。那从现场看，能不能确定死亡啊？技术科估计，现场的失血量在800到1000 cc 左右。即使没有刺中要害，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措施，生还的希望也不大了。外边来了一帮人，吵吵嚷嚷的，非要找你们组的人。什么人？说是亲属，领头的是个女的，说是冯志德的媳妇儿。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，有话好好说！哎呀，警察同志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得快点把人给抓住啊！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他老婆呀！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离婚是不假，可法院判了，让他给我抚养费，他已经1年多没给我钱了。这俩是我哥，你问他们啊！1年没给钱了，还得吃得喝，对呀，下岗了吃什么呀？就是啊，这刚得了一笔钱，就让人给抢了。你们说这煤是不是倒大了？你们干这个就应该知道，抢钱就得玩命花。没错，就是有花完再抓住，打了再吐不出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儿！这你们得管管，你们这干嘛吃了？对不对呀？你们就得管，你们就得管，孩子吃了，管点成啊，吃饭是吧？起来，妹妹，起来，妹妹。哥，你可得管管，你好，接着说。没劲。你说什么？没劲。我有一哥们儿啊，特别崇拜孔子，没事就拉着给我讲《论语》。有一段我记得可特别清楚。他说有一次啊，孔子他们家马厩着火了。你别看孔子啊，也没多少钱，就那么2匹马。可是他老人家到马厩一看，只问商人了没有。商人乎，不问马。走，你看这个，圣人就是圣人。大灯，咱就别说孔子了，那都好几千年的事了，咱们说眼前，眼前啊。喂，哎，我是。哦。陈店。哎，琪姐，什么事儿？我正开会呢。我这事儿还真得找你。你还记得我姐吧？啊。她最近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说是她现在生命受到了威胁。为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！电话里头神经兮兮、一惊一乍的。她总是说有人要害她。谁要害她？听她的意思，好像就是她后来嫁的那个小白脸儿。咱们集中精力，还是先设计一下侦破方案吧。现在没有尸体，只能从现场入手。凶器上有什么线索吗？那把刀上有2种指纹，一种可能是死者本人的，另外一种要查。好，
这就是第一线索，先查这个指纹。大藏，大藏。我有一同学啊，说他姐姐怀疑有人要杀他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一个人去行吧？我给你派个人吧。现在还不用呢。他姐干什么的？就是咱们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先富起来的那波。都跟钱干上了。你姐不是女强人吗？当年还上过报纸的头版头条呢。现在可不是了，她呀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她那间大屋子里，谁也不见。那个小白脸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姐，后来嫁的一个小丈夫，比她小7岁呢。我姐把钱投到了北海市，在那搞房地产。那个小白脸就管那摊子事儿。哎，前面拐弯。就是这儿，怎么样？陈弟儿，啊，你姐花了多少钱买的这栋房子？听说连装修要300-400万呢。哎，走。呵，大白天的还锁门。我姐呀，就这样，走吧。谁呀？姐，是我，我把季姐找来了。哦，坐吧。坐吧。这屋里太黑了，拉开窗帘说话吧。别拉窗帘。他要是雇了人，能在外头瞄着我。什么人要害你啊？从79年我练摊开始，我的仇人多了。不过现在我敢肯定，第一个对我下手的就是他。他为什么要害你啊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我出10倍的价钱，你帮我查查他现在干嘛呢？我们不是私人侦探。你要多少钱才干？对不起，你另找别人吧。哎，那要是我雇人把他给杀了呢？季姐，哎呀，姐，季姐，季姐，你等会儿我。季姐，季姐，哎呀，季姐，你别生他的气。见得多了，要真生气啊，我这一天也过不下去。哎，你说我姐真的会有事儿吗？你那姐夫什么样啊？怎么跟你说呢？哎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。我说了你可别笑我啊。就他那张小脸，凡是女人见了，是个得有9个想入非非的。也包括你。嗨，他是我姐夫。姐姐，等会我。老郑，那把刀上指纹对上了，是冯志的老婆的。传他吧。传他。你们为什么离婚啊？为什么？你跟他过2天试试去。就他那屋，你们也去过了，床底下看了没有？上中学时候的破球鞋还留着呢。在大街上看见个塑料袋都能捡回来，切，那也叫男人。离婚以后你就没有再找过他吗？找过呀，跟他要钱呢，要抚养费。你进过他的屋吗？我嫌恶心，切。12号，案发前一天晚上，你进过他屋吗？进了。
你不是嫌恶心不进吗？嘿，那不是他中奖了吗？见过这个吗？见过没有？见过。动过这把刀吗？从前在一块过的时候，我问的是那天晚上。钱也没了，人也死了，你们抓不着贼，逼我干什么呀？我气死个人了！嘿，琢磨什么呢？你这儿？我做了一个那天的现场模拟图，看看能不能重复一下案发过程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让小张替我活。能撂吗？他承认动过那把刀，说那姓冯的死赚的钱不肯给，他拿刀逼他来着，别的不承认。这是什么呀？他画的现场模拟图。能模拟出什么来呀？我现在只能做一个平面的现场示意，别的还做不了。哦，我以为电脑什么都能干呢。嘿，你这人又来了不是？你不了解的东西，你不能排斥啊。谁排斥了？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，市局来通知了，说是东郊发现了一具无名死尸，让去认人。是刑警队的吗？对，尸体在哪儿啊？在里边呢，我们暂时借用一下，这是太平间。那看看去。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怎么回事？刚来了个外伤，要用血，一个血袋破了。怎么搞的？今天就破了2个，护理必要社扣奖金，算谁的？你说说看。那我也是诚心。冯总，不开玩笑啊，你把你的模拟图跟我们说说。从模拟图上看，要想从现场把冯志德的尸体搬走，需要有很长的一段路线，而且屋内最起码有4处以上的拐弯。现场当时我们勘察得非常仔细，没有发现任何拖拽剐蹭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现场非常的干净。手脚这么干净的，绝对的高手。就算是高手作案，拿完钱走不就完了吗？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把尸体搬走？哎，是我，安玲啊，撂了，冯志德老婆撂了。啊？走着。人是我杀的，就是我杀的，我杀的啊！人是我杀的，我把那王八蛋大卸8块了，你们把我毙了吧！反正什么也都没了，我他妈也不想活了。这就叫撂了，签个字，让他走。放了。你爱听这个呀？放了。没事，咱们接着查啊。事情要都那么简单，要咱们专案6组干什么呀？季姐。我姐的遗嘱。遗嘱？立遗嘱干什么呀？你先看看受益人。我姐呀，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那个小白脸了。你说她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反正啊，是让我姐给弄糊涂了。
他一面说那个小白脸要害他，一面呢又让我找律师帮他签这份文件。也许你姐是真的爱他，想用这种方式留住他。爱一个人的办法多了，立什么遗嘱啊，够瘆人的。要不你陪我再去看看他，我真怕他出事儿。不瞒你说，我实在不愿意进他那房子。你以为我愿意去啊？我老觉得他那屋弄得跟闹鬼似的。帮个忙吧，你是个警察。再说，谁鬼怕恶人？谁是恶人？你回来了啊！你们来了，来，进来坐，来，进来坐，来。最近一段时间你老没来，忙什么呢？工作特忙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老公亚平。好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。他呀，想我了，在外头啊，太寂寞了，是不是，老公？啊，对了，你们喝点什么？不客气了。哎呦，不是，我那边一大堆事儿呢，你这是搞什么搞啊？你先别骂我行不行？你说他这正常吗？什么叫正常？我每天跟那些杀人放火的人打交道，告诉你，在我眼里就根本没几个正常的。说真的，我好几年没见我姐这样了。她今天这样，我觉得比她把自己关在那黑屋子里更瘆人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久别胜新婚，没准人俩正想改善关系呢。我跟你说，好了是人家俩自己的事儿，不好了闹离婚有人法院和办事处。你说咱俩这不是铁路的警察吗？谁也管不了这一段。嗨，你管这闲事儿干嘛？你不就这么一个姐吗？该管还是得管，不过就别这么一惊一乍的了。哟，开始攻电脑了。嘿，我当你这是钻研业务呢。过一关也难着呢。哎，咱那头可是挨了 K 了，正那急得嗷嗷叫，你可倒好，在这玩起电脑游戏来了。换换脑子。昨天你干嘛去了？我去见了一个帅哥。你看我干嘛？就许你在这换脑子。现在局长对冯志德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，因为被杀的这个冯志德，曾经在媒体上露过面，大大小小也算是个知名人物。这件事儿不说，你们大家也都知道，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破案率的问题了。现场嫌疑人都排查了多少？排查了一些，可是能够直接构成犯罪嫌疑的，目前还不能确定。这杀了人，抢了钱，又移了尸，怎么连点线索都找不着啊？咱们6组历来都是打硬仗，这次怎么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案子破也得破，破不了也得破，因为咱们要是破不了，市局就得接手。我都挡过一次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我觉得你们大家呀，是不愿意丢这个面子的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案子呀，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。哎，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？你刚才怎么不说呀？说什么呀？我说不出来啊。你这不对劲儿的疑点从哪儿来的呀？现场，我同意大曾的意见。现场，咱们老老实实的从现场做起。哎，现场取样在哪儿呢？技术科呢？都上技术科去，一人把一摊儿，咱们把现场取样都重新做一次技术鉴定，查疑点。麻烦了，没事。那4号、1号。往哪？子子，小高问毛发和血液做不做 DNA？ 做 ，A、B、C、D 都做，有什么做什么。做 DNA 贵着呢。
跪也得做呀。谁让您中了头奖了呢？身份不一样啊，人家是公众人物啊。行，我知道。喂，哎，我是陈荣啊，怎么了？啊？谁给你下了毒？喂，你大点声，喂！陈荣说有2个人给他下了毒。谁呀？就我那帅哥。啊？看看去吧。怎么了，陈弟儿？我姐，她死了。你姐夫呢？他不在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另有一个住处。能看出死因吗？像是氰化物中毒。赵婉平，什么事儿？陈荣，他死了。他死了？你作为重要的嫌疑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亚平，出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晚上我就离开了，一直到你们敲门，我根本没有回去过。有人可以证明。你跟谁在一块儿？就是你们刚才见到的那个。那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女朋友。陈荣，也就是你爱人，昨天下午3点20分，也就是在他死之前，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，指控你和你那个……我和谁？他的用词不太好听，用你的话说，女朋友。他指控你们俩一起给他下了毒。我干嘛要给他下毒？你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？半年了，我一直住在北海市。那为什么回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你不住在家里，反而和女朋友在一块儿呢？我问你呢。你也是男的，你试试看，跟他在一起能待多长时间？除了吸毒，他已经什么都不是了。所以你就杀了他？我杀他？我干嘛要杀他？这该你回答呀。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。可是第一，我不在现场；第二，我没有杀他的必要。你们可以指控我，但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。你倒挺冷静啊。死的是你什么人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死的是你妻子。我怎么看不出你有一点伤心的眼儿啊？这也许是早晚的事，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但我知道，我们俩的结局不会太好。季姐，你朋友姐姐陈荣死于氰化钾中毒，死前没有殴斗迹象，还有，死者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吸毒史了。氰化钾。陈荣给你打求救电话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他当时已经中了毒。他好像还说他肚子疼。对，听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子。这就有问题了。白玲，我考考你啊，氰化钾中毒什么概念？氰化钾属于神经毒素，进入人体5秒钟就能抑制人的神经中枢。5秒钟，他来得及给你打电话吗？
陈荣是要伪造他杀现场，这是典型的抑郁症和妄想症。他以前可真是不这样，自从有了点钱以后。等等，这刚拿到的现场血型 DNA 分析，虽然都是 AB 型，但是在里头发现了3、4种完全不同的 DNA 组合。这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现场的血是有好几个人的血混在一起的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难道说现场还会有3、4个凶手？几个凶手并不重要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陈荣伪造他杀现场？对呀，对呀。冯志德是不是也在伪造他杀现场啊？伪造？什么人伪造？为什么要伪造？有这么一可能啊，这是个劫持案。冯志德谨小慎微，他没把钱放在家里，也没把钱存在银行，他把钱藏在一个什么地方，他不肯说。凶犯劫持了他，然后伪造了一个凶案现场。不太合理。劫持就劫持吧，干嘛要伪造一个凶案现场？这不等于留下一些线索吗？那么多血从哪儿来？好几百 cc 呀，总不能一下从地底下冒出来吧？既然不是被害者本人的，难道凶犯会拎着一大袋子血去抢劫吗？人血，几百 cc 的人血，他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啊。就是，平时献个200 cc 的血都兴师动众的，这800 cc 到1000 cc 哪儿来的呢？这个血的来源是非常重要，从哪儿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血？那只能是献血的地方，血站。等等，上次咱们去医院认尸，地上撒了一大滩的血，还记得吧？医院的血库。咱们忘了一个人呢，谁呀？这就是我一直说不出来的直觉。冯志德在哪儿工作？医院。我们这医院大，用血量多，破损耗费也是常有的。那你帮我查一下5号到12号之间那段时间的。5号还真有一件事，小王啊。上次那4袋血合上数了没有？没有，我已经和后勤的说了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有4袋血合上数，不知道是破损没报还是丢了。4袋血有多少？1袋是200，4袋是800 cc。那是几号呢？是10号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勤杂工，我听说他中奖发财了。他能进血库吗？能啊，我们这儿的卫生都归他搞。你帮我查一下那4袋血什么血型？什么血型？都是 AB 型的。这混蛋，把他们给折腾的。他费那么大劲儿干嘛呀？不就几10万块钱吗？那你看是谁了？你信不信？把他们家3辈子摞起来，一下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呀。他老婆不是说了吗？他连上中学时候的破球鞋都舍不得扔。给我多少钱，我也想不出这馊主意。那可难说了啊！谁也别吹牛。你今儿晚上回家呀，看见你们家桌子上码了500万，第2天出门你要不装电杆子，那才怪呢。钱这玩意儿啊，一夜之间能把鬼变成人，一夜之间也能把人变成鬼。甭管这小子是人是鬼，给我找着他。找着他又能怎么样？偷了4袋血，顶多再加上个扰乱执法，2岁并罚，能判多少年？大鞋底子，我先呼他一顿。喂，找谁啊？你的。啊？喂？啊？人寿保险单？哦，好，我过去一下。怎么把周亚萍给放了？证据不能成立，我们只能这样。我们只有12小时的拘审权。那
那这些算不算证据？我姐上个月刚刚上的人寿保险，受益人就是我那个姐夫。还有我姐的遗嘱，受益人也是他。就凭这些，他杀人的动机就能成立。陈弟儿，怎么，你又找到新证据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毕竟夫妻一场。周亚平，你是不是还要找这个？这是什么？你的杀人动机啊！看看吧，受益人可都是你周亚平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份保单保的是意外伤害险，他是自杀，保险公司1分钱都不会给我。这是他故意留给我的杀人动机，他想死，也想让我跟他一块儿死。这就是你姐姐对我的爱。那这份遗嘱呢？你也是唯一的受益人。受益人？陈弟儿，你真觉得你姐姐那么有钱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姐姐所有的钱在几年前全部投在北海的房地产上，现在全垮了。你知道我这几年在北海做什么？我在拆东墙补西墙，千方百计替他还账。这所房子，包括门口那辆车，全部抵押出去，还欠300多万。这些陈荣都知道吗？陈弟儿，亏你还是他妹妹。你姐姐陈荣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抑郁症，你知道吗？我姐已经好几年了，她全垮了。我要是把公司目前的经济状况全部告诉她，她可能早就让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女强人，还是个富婆，这样也挺好的。我会给她修一个很好的墓。等等，周亚平，你爱过陈荣吗？想听实话？我爱过他的钱。喂，爸，是我，你货来着？哎呦，不行啊，我有个案子要结，正忙着呢，今天回不去。啊？吃什么月饼啊？哦。今儿几号啊？这怎么开的车呀？这是啊？哟，真新鲜哈！姐，恐怕你这是第一次回家过中秋吧？闪开！哎呦，这就是大姨姐，哎，久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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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乱七八糟的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亲爱的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啊，对。这个呢就是我的亲姐季杰。
公安干警、人民警察，你可别落他手里边，他可是六亲不认的。这个呢是我新交的男朋友钟阿宝，钟总。过奖过奖，就是做点假鱼生意。俗话说养王八的。你那个陆建华是不是也成养王八的了？谁？陆建华？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已经跟他离婚了。我现在呢，跟他过。姐姐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。走，咱跟咱爸一块儿过中秋去。滚！大灯，延庆分局发来电传，说在109国道上发现一神经不正常的人，说不清楚姓名和住址。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人身上绑了50万现金呢。我后悔这孙子。这样看看。大家皇帝，黄志德，送精神病院吧。哎，还有那么多钱怎么办？哪儿呢？先过来。大家皇帝，我让他们看见，大家皇帝，我这样。